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 HT News Taiwan 频道。现在，原创潮迪丽热巴的全被打脸了。长歌行作为一部热血漫画，曾是许多人的爷青回。相信不少人还能想起白衣飘飘的年代，顶着黑眼圈熬夜追长歌行的场景。如今电视剧版长歌行播出，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纷纷感慨终于等来结局了。但是剧集开播后，口碑两极分化严重，导致豆瓣评分也仅在及格线之上，网友们各执一词，争得不可开交。那么长歌行到底行不行？选角不被看好，看了都说真香。其实早在长歌行宣布主演阵容时，就引发了不少争议。从克拉恋人中傲娇又可爱的高文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灵动可爱的白凤九，迪丽热巴凭借着两个鲜活有趣的配角为观众熟知。但是这样的惊喜并没有延续下去。她担任女主角的《三生三世枕上书》中，观众对白凤九反响平平。之后播出的《漂亮的李慧珍》和《烈火如歌》等电视剧，也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不少观众觉得迪丽热巴不抗拒，但在长歌行中，迪丽热巴还是将李长歌的成长演绎出来了。李长歌开篇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郡主，能在阿娘怀里撒娇，也能在蹴鞠赛场拔得头筹。但在家庭遭遇变故之后，只能扮上男装隐忍复仇。在刚开始看到阿娘被杀时，长歌还只是像个孩子般无措地哭着。但在冷静思考之后，他选择复仇。来到阿娘棺椁前折柱卫士，一身都透着狠劲儿。迪丽热巴充满英气的长相，很适合在复仇时需要女扮男装的长歌。特别是在周一战中披上盔甲，真的很飒。同样让观众不买账的还有饰演男主角阿诗勒隼的吴磊。童星出身，吴磊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一副少年感满满的形象。然而这个角色偏偏是一个草原硬汉，9岁开始打仗，征战10年从无败绩。同时阿诗勒隼性格冷傲，并不常开口说话，需要演员用眼神来塑造角色。作为领导最强部队鹰狮的特勤，阿诗勒隼的眼神是能威慑四方的凌厉，让人不敢挑战他的威严。但当他想到长歌时，眼神又变得温柔似水。尤其是当两人四目相对时，更是眼神拔丝。好在这些考验演技的时刻，30弟弟都没掉链子，也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努力。于是吴磊跟迪丽热巴的 CP 感出来了，般配饰演技冲上热搜，许多观众直呼真香。副线 CP 公主李乐嫣与是魏浩都的小白，2X 大灰狼设定也让不少观众磕到上头。赵露思扮演的李乐嫣天真纯良，是一个小哭包。按说这样傻白甜的人设早就过了气，但赵露思甜美可爱的长相就恰好让观众吃了小白花这一套。柔弱的公主搭上刘宇宁扮演的冷面侍卫浩，都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尽管两人戏份并不多，但热度不断上涨。剧情魔改，有点新东西。作为一部古装偶像剧，长歌行并没有局限于女主角一边复仇，一边与男主角搞暧昧的小情小爱上，而是加入了政治权谋、家国情怀等元素来催化李长歌的成长。在古装偶像剧的基础上加入历史正剧的特色，算是一次不错的尝试。虽然剧集还是打着大女主的旗帜，但未采取不符合逻辑的降智操作。女主也是确实是靠自己的才智本领搞事业，一步一步获得成长。剧集对原著漫画做出的修改，也是在层层铺垫女主角精神层面的成长变化。在国恨面前，家仇是可以放下的，只是这个放下是有过程的。首先，人物设置有变化。作为漫画里的反派人物李世民，本来设定是他发动玄武门之变上位弑兄，
杀害李长歌一家，冷面无情的一个人。但在剧中，冷酷的李世民展现出了舐犊情深的一面。作为看着长歌长大的叔父，他不忍心赶尽杀绝，这成为了李长歌明白国仇远远比家恨更重要的开始。最后，长歌见证了周刺史公孙恒为保百姓性命自尽献将的壮举，这些都让他最终看到李世民作为明君，有能力使大唐走向繁盛而选择放下仇恨。漫画融入剧中，仍需斟酌。除了将历史证据的元素融入古装偶像剧中，长歌行还有一个比较新颖的地方，是将漫画融入到了电视剧的创作中。总导演朱瑞斌是这样说的：“我就是想让观众看到这个的时候，一看到画面，就好像看着这本书的那个感觉。”但在播出后，这一做法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反而引发了不少批评。其实，将漫画放到电视剧中，并不是长歌行开创的。杀死比尔怪侠一枝梅、隐秘的角落以及摩天大楼等剧集都在这一方面做出尝试，且获得了较好的评价。那么，为什么长歌行在这一手法上却摔了跟头呢？以往这些剧集中加入漫画元素，都是起到进一步刻画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而且很多漫画的插入是与隐喻手法相结合的，使得整部剧更具深度，更加耐人寻味。以去年暑期爆火的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为例，它在片头运用了动漫的形式，诡谲的音乐搭配黑白的动画，再加之阴暗的解读，每次看到这个片头都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如此的还有剧中插入的3只小鸡漫画。漫画中人物与剧中人物也有所对应，结局同样引人揣测。这两部分动画的插入都为这部剧添上一笔悬疑的色彩，让观众对剧情有了不同的理解，讨论度也非常高。反观长歌行中漫画的插入，片头片尾可以说是体现了漫改剧的本质，但剧中的漫画并非起到推动作用，而是直接用来代替情节发展。像长歌被追杀跳入水中逃跑，长歌中箭坠入悬崖，以及周城外两军激烈开战的场面，全部都用一帧一帧的漫画带过。这些画面如果真的要拍，不是需要演员吃苦，就是需要经费大制作，所以很难不让人猜疑这是剧组偷工减料。而且毫无铺垫的从流畅播放的真实画面转到如 PPT 放映般的漫画，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心理上，一下子都很难让观众接受，影响观感，也容易出戏。无法将漫画和真实场景和谐地糅合在一起，就生出了劣质感。两者间生硬的切换只会削弱整体的流畅性。如何将漫画元素更好地融入情节中，是长歌行创作团队需要好好反思的问题。总体来说，长歌行的表现还是要高于预期的。局限虽然明显，但瑕不掩瑜。演员演技在线，剧情发展节奏合理，只是对漫画剪辑进剧集中还需要多些考量。整体上还是值得看的一部剧。配乐方面，现在释出的几首歌都很符合剧中的情感，尤其是萨顶顶老师演唱的插曲《如若归来》。在已经播出的几集中，阿豆、公孙恒相继离世，悲凉的歌声和哭声混杂在一起，虐得观众心疼。目前剧情发展到新篇章，李长歌离开大唐进入草原，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相信故事后续的发展会更加精彩，电视剧的评分也会有所提高。谁说条纹衫呆板俗气？迪丽热巴搭配渔夫帽时尚可爱，美到心坎里了。迪丽热巴的灯笼裤也太可爱了吧，配上渔夫帽超帅气，是心动啊！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大家都知道新疆盛产美女。迪丽热巴的五官就满足了所有美女的标准，浓密又有条理的眉毛，大而明媚细长的漂亮双眸，高挺的鼻梁，
樱桃般鲜红的小嘴，每一处都像是雕刻般的精致好看，雪白的肌肤衬得她就像天上的仙女，静若美人，动若脱兔。热巴的魅力就是让人看一眼永远不会忘记，实在是美得惊为天人。每人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不敢接近，所以公司给热巴立一个吃货的人设，让粉丝与偶像的距离能更近一些。热巴的身材也是真的好，虽然别称胖迪，但实际上并不胖，只是这样的称号会让她显得更可爱，粉丝们也喜欢。热巴拥有这样的神颜，在平常生活中又是怎样穿搭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吧。最近很多明星都穿上了衬衫，样式也有很多种。竖纹衬衫也是出镜频率最高的一种样式。热巴身穿这件竖纹衬衫，下身搭配一条9分牛仔直筒裤，看起来很是休闲舒适。竖形条纹的衬衫会让人看起来显瘦一些。热巴将衬衫的一边扎进裤子里，另一边放下来，这种是很流行的搭配方法，简单随性又有一丝特色。直筒裤也可以说是夏天必备的裤型之一，它不会过于紧绷，也没有像阔腿裤那样过于宽松，对于身材的包容性也很强。热巴身上的这条比较宽松一些，稍微宽一点的版型看起来很可爱。热巴还把裤脚往上卷了一些，露出了小半截小腿，很是清爽舒适的感觉。脚上搭一双白色的鞋子，但又不必太白，稍微偏灰色一些，与整体色系看起来十分搭配，很有青春活力。热巴头上的米白色渔夫帽给她增添了可爱的气息，帽子上面是很简单的红色线条图案。将头发放下，非常的青春少女。热巴圆圆的眼镜框也和帽子的气质相搭，与全身宽松的衣服和休闲的灰白鞋相配，非常的呆萌可爱。帽子的作用有很多，可以遮挡没有整理好的头发，也可以遮阳防晒，还可以添加时尚感。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的穿搭中利用帽子的优点，这不仅能让穿搭出彩，也能制造一些便利。热巴这一套全身黑的穿搭又时尚又有一丝可爱，这看起来好像是黑色工装裙，但实际上它的下摆处是分开的，有点像裙裤，下身像2个大摆的灯笼形状，很有特色。没想到平日里仙女气质满满的热巴，居然也会穿这么酷的衣服，真是让人眼前一亮。连体裙裤的上身手臂处的设计是喇叭口，可以遮住白肉，而且黑色也很显瘦。像这样的连体衣，如果腰身处没有做收腰设计，那么一定要加一条皮带凸显出腰线，才可以使身体看起来更长，这套穿搭才会更时尚。全身上下只有一种颜色的衣服，就算腰部有设计，但是幅度不大也看不出来。像热巴这套连体工装裙裤，在腰身处就有一个皮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分界。热巴戴了一顶黑色的卷边渔夫帽，与全身黑特别相配，再加上一双黑色短靴，整体风格非常酷炫。这样一套衣服可以说各种身材都能驾驭，因为它在手臂处的喇叭设计和脚处的灯笼设计都非常遮肉。看了前面2套休闲的穿搭，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女神的职场穿搭吧。热巴身穿一袭黑色西装，长长的头发随性放下，飘逸柔顺。先前有刘亦菲西装，现在热巴这套西装也真的是让人移不开眼。女神穿西装都这么帅的吗？男明星都要感到危机了。热巴将内搭的白衬衫领口微开，这样可以显示出自己修长的脖梗和优美的锁骨，也能修饰脸部轮廓，非常显瘦又时尚。再加一条这样的黑色细边领带，简直撩到不行。热巴头发上旁边别着的发夹，却又在帅的同时，展现出了一丝甜美的气质。热巴的下颚线实在是太优秀了，这样的轮廓绝对是所有女生做梦都想有的。脚上搭的是一双皮鞋，
西装裤在脚踝上面，非常干练。其实热巴这套穿搭很适合刚入职场的小仙女们借鉴，既不显得老成土气，又不会失去青春活力，非常显气质。大家是不是都非常羡慕热巴的好身材和衣品呢？其实结合自己的身材，遵循搭配守则，姐妹们都可以穿出最美的自己。衣服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才能有特色。